古代青楼为何要养一群壮汉？除了充当保安，还有一个巨大的用处。青楼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存在，大多坐落于当地最繁华的地带，主要提供艺妓取乐和陪伴服务。在青楼里，除了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子，还有一群身强力壮的壮汉。那么这些男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仅仅为了保护妓女人身安全吗？其实不仅如此，这些壮汉们还有别的作用。一、古代青楼因何起？在小说和电视剧中，往往存在一些家庭贫困无法生活的可怜女子，迫不得已卖身青楼，过上取乐和陪伴他人的生活。或者存在一些可怜的女人，她们的丈夫或父亲犯了大罪牵连自己，家族中的男丁被迫流放，而女性则会被卖去青楼。一些女子不堪受辱，在去青楼之前就自杀身亡。这些女子大多出身高贵，自然受不了日后去这种藏污纳垢又不正经的地方。那么青楼是怎么来的呢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，而青楼的祖师爷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管仲。管仲创立了青楼，却并不是让青楼兴盛起来的人，大秦的极刑才真正让青楼兴盛起来。什么叫做极刑？即当一个人犯罪之后被处理，他的家人也全部都会被贩卖成奴隶。通俗讲就是连坐。秦朝囚徒非常多，多到什么程度呢？举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，反秦战争的时候，章邯带领了一支军队，这支军队的人数高达30万，基本上都是囚徒。这些囚徒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是高官贵族，又或是皇帝身边的红人。但是伴君如伴虎，一旦不小心把秦始皇惹生气，族人、家人就全部被卖为奴隶，女儿和妻子都被卖到青楼里。古代连坐是非常严重的，这些女孩儿们根本没有做什么错事，却因为夫家的缘故被迫走向青楼。但是她们与普通的青楼女子又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她们受过良好教育，会诗词会画画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因此被称为高级艺妓。很多名人花重金只为和这些高级艺妓们做朋友，又或者聊诗词歌赋，一同对诗吟诵。可能各位根本想象不到，这些高级艺妓们竟然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之一。这种情况在世界上都非常的少见。如宋代著名诗人柳永，他的一生就是混迹在各种各样的青楼里，而且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都是在青楼里写的，并且这些诗词被高级艺妓们口耳传颂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后来到了明朝末期，一大批文人诗人争先恐后的要娶高级艺妓做夫人，这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。妓女也非常偏爱文人，对于那些始乱终弃的达官显贵，她明白对方不过是跟自己逢场作戏，一夜情罢了。而且他们也看厌了那些达官显贵的嘴脸，相对于这些老油条，青楼姑娘们更喜欢出口成章的文人君子。对于古代妓女来说，选择一个男人为自己赎身不亚于赌博的风险。如果自己挑选的男人跻身上流社会，考取一个功名，带自己脱离苦海，过上正经人家过的日子，这是赌赢了。如果赌输了，就只能继续靠着卖身卖艺养活自己。而在大家的印象中，青楼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词，是肮脏的代表，是传染病的代表。这是因为在明清时期，西方航海家给中国带来了梅毒。在青楼这种非常容易传染性传播病的地方，梅毒愈演愈烈，青楼女子也不再是世人口中的佳人，而是带着脏病，染上梅毒的残花败柳。二、青楼亦有差别。在古籍南齐书中，对于青楼的介绍就如同它的字面一样，一个涂着青色油漆的房子。而且在古代的某段时期，只有皇室族人才可以住涂有青色油漆的楼阁，其他人都没有资格涂这种颜色。就连在曹植笔下，关于青楼的描写也都是满含褒义，并无贬义，直到唐朝青楼才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。在古代，青楼是官方承认的营业场所，很多达官贵人都会从五湖四海赶到青楼，看一看青楼头牌姑娘的风采。虽然到了唐朝时期，青楼被污名化了，逐渐变成了跟窑子一类的东西，但它又跟窑子不太一样，青楼多少沾了一些高雅的气质。
在接待客人类型方面，青楼跟窑子也有区别。青楼大多接待一些豪门贵客或者是达官贵人，而青楼的工作人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他们的素质也比较高。为了能够服务好这些风流雅士和达官贵人，姑娘们自小就学习歌舞，学习诗词歌赋。当然，青楼的收费标准也很高，因为培养一个出色的青楼女子是要靠时间和财力的，而且这些青楼女子的综合素质是非常强的，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才华不亚于男子的女子们，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李师师、柳如是，都是才华横溢的青楼才女，不仅有脸蛋和肉体，更有安身立命的本事。不过普通的窑子接待客人的身份地位就有些低了，由于青楼是一个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外来人的地方，所以自然也会成为了打探消息的好场所。在小说和电视剧中，主人公都会在青楼中插一个暗探。郭敬明导演的电视剧《云之羽》中饰演青楼女子的紫衣，事实上也不单单是个妓女，她的真实身份是司徒红，并且等级很高，是4大网级刺客之一。青楼花魁只不过是隐藏自己的假身份罢了，毕竟能够直接接触到公子羽，还能够打探宫门消息。从唐代开始就已经实施官妓制度，朝廷负责管理和经营青楼女子，女子必须经过训练才能营业，管理非常的严格。妓女们很小就来到青楼，被老鸨带着学礼仪、学神态，她每一步每一个神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姑娘们来到青楼之后，第一步要褪去的就是烟火气，沾染上的是脂粉气，这样就可以迷倒万千少男。青楼的管理者一般叫做老鸨，他们会站在青楼的门口招揽客人。而老鸨这个称号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在古代人的印象中，老鸨只有雌性，没有雄性。为了繁衍后代，那些雌鸟只能选择和其他品种的鸟交配，久而久之，老鸨就成了青楼管理者的代名词。可事实上，这只是因为宝鸟的雌雄体型相差比较大，才被人误传。青楼的老鸨或者是老板还会高价聘请乐师和其他师傅，教这些女孩儿们品茶、弹琴、跳舞、吹箫、弹琵琶、下棋、作诗、画画、书法等等，无限增加风尘女子的魅力。而青楼老板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培养，他们也是有目的的。毕竟常言道，没有人永远18，但永远有人18。如果说某个姑娘长得不漂亮，又没有核心的竞争力，琴棋书画又不样样精通，如何能在青楼立足呢？如何能服务到贵族和儒商呢？毕竟青楼女子年轻的也就那么几年，如果这几年内都赚不到钱，那这辈子大概是赚不到了。日后如何生活也是一个问题，青楼可不养闲人。3. 青楼里壮汉的作用。在一些影视作品中，我们会发现青楼还有一群壮汉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作用呢？事实上，他们是帮青楼处理脏事坏事的。有一些青楼是不设门槛的，你可以理解为买珠宝之前不需要验资，所以这就导致前来玩耍的客人鱼龙混杂，有的想吃霸王餐，又或者是竞争对手前来砸场子，做出一些不利于行当的事情。而壮汉的目的就是避免这些冲突，保护青楼女子不受伤害，把那些试图捣乱的人直接镇压。他们就像一头头看家犬一般，成为青楼老板的安保力量。对于那些想吃霸王餐的人，这些壮汉上去也是毫不留情的一顿毒打，直到把人打得伤痕累累，面目全非。当然，钱还是要还的，不还钱就一直打。并且这些壮汉们些还有更多的用途，比如说他们会防止青楼女子私奔逃跑。很多姑娘是被迫卖到青楼的，她们虽然穿金戴银，又受万人追捧，但是内心是非常不快乐的，因为明码标价的她们就如同货架上的货物一般，尊严地位低下。所以这些青楼女子每天都在幻想能够成功出逃，又或是幻想情人把自己赎走。但是青楼老板怎么会允许这些姑娘们出逃呢？所以自然会让壮汉24小时守在他们的门口，一旦出逃，青楼老板就会用最残忍的手段让他们断了出逃的念头，甚至还会杀人以儆效尤。
这些壮汉如果获得到了老板的足够信任，还会升一层身份，从服务者变成配送员，也叫龟奴。所谓龟奴，其实就是把姑娘们送货上门。他们会在肩膀上垫一块白色的毛巾，然后让姑娘坐在肩头，直接送给顾客，像一个驮着石碑的乌龟。这些壮汉们也不感觉不好意思，毕竟他们求之不得，能干这样的好差事。青楼老板看中他，愿意给他活干，还能多赚一些额外的收入。送上门之后，贵人还会有赏钱，就算在大街上遭遇到了别人的白眼儿，但也无所谓，还是有很多年轻小伙愿意投师学艺的，并且在青楼那些姑娘们还得尊称龟奴一声老爹。古代社会中，基本上龟奴这个身份都是代代相传的，龟奴的儿子也会成为龟奴，龟奴的孙子也会成为龟奴，就像青楼女子的孩子一样，一辈子的困在青楼。结语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部分青楼的表演艺术并不仅限于妓女完成歌舞、琴棋书画的表演，还会存在一些新奇的想法，比如说武术表演、打斗表演和搏击表演，而这些人往往都会由壮汉进行演出。毕竟有些顾客的口味实在是独特，这也是青楼壮汉的用处之一。